大舅家很热闹，2个儿子，那可就是2家人，都带着老婆孩子呢。冯新华先进的门，对着2位表哥就打算介绍，结果林浩一露头，二表哥冯新斌就哈哈笑道：“大哥，我说对了，我就说那个阿浩，就是我们老表吧。”说着，居然给了林浩一个拥抱。阿浩，好样的！我在新闻上看到你，我说是你，你大表哥还说可能同名同姓，哈哈。二表哥，你也厉害啊！大舅母可都说了，白手起家。松开二表哥，林浩又对着起身的大表哥冯新泽道：“大表哥好。”好，没想到真是你，能来就好。冯新泽也笑着和他拥抱了一下。你们说啥呢？怎么在新闻上还看到了阿浩？大舅母不解地问道：“娘，你们估计不知道，市里我们接触的那些老板，可把阿浩都夸上天了，说是给咱省长脸了。”他们咋知道阿浩的？问话的是大舅，他也被说得一头雾水，包括一旁的冯新华同样一脸茫然。爹，我们这小表弟可不简单，人家可是上了省里的新闻。哦对，还有报纸，说是年轻企业家的标杆呢。去年给那啥奥组委一下子就捐了1个多亿。其他的冯怀远2口子没听出所以然，但1个多亿那是听得真切。2人皆张嘴瞪眼的看着林浩。阿浩，你捐了1个多亿？冯新华语气哆嗦道，他知道自己这个表弟有钱，之前甚至想着估计有千万家产了，就这他都认为自己往高了想，结果现在一捐就是1个多亿，那得多有钱啊！阿浩，你到底有多少钱？大舅母嘴随心走，直接问出了口。林浩被他们弄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尴尬一笑道：“有点钱，没多少。”随即看向两边的女人，赶忙岔开话题：“这2位是表嫂吧？我是林浩，你们叫我阿浩就好。”冯新斌帮着介绍了一下，又问道：“弟妹呢？在二舅家，我听说你们回来了，就赶忙跑过来，忘了叫。”那刚好，我们过去看看他。大表嫂一看就是个爽利的性子，说着起身，二表嫂也跟着一起过去了。阿浩，你把我也骗了，还说自己一直跑船，现在能说说你具体是干什么的了吧？冯新华说着，还在他肩头轻拍了一下。听得此问，现场众人全都露出了感兴趣神情。林浩思忖了片刻，摇头笑了笑：“华哥，我没骗你，我主业还真是渔民，现在嘛，开了个2个小公司，还有就是在京城和美国有点小投资。”索性一次性说出来，也不用他们再来不停的试探了。我去，厉害啊！你这生意都做到老美那去了，比不了。我和你大表哥弄个小公司，天天还天老大我老二呢。林浩不愿意话题老围绕着自己，再次岔开话题，问及2个老表的情况。冯鑫则要内敛一些，所以说情况的主要是老二冯新兵。反正就这样，我负责接项目，你大表哥负责带着人干，小活时间短，麻烦些，但利润会相对较高；大活时间长，干着省心，同样利润会薄一些。林浩微微点头，在不擅长的领域，他不会轻易开口，而且2个表哥混得比上不足，比下非常有余了，贸然开口，人家也未必需要自己的帮助。又聊了一会，二舅过来喊吃饭，大家也都过去。中午除了家里的人，还有明天帮忙也提前叫来吃了一顿。总共有2桌人，所以原本想好好跟他喝一杯的冯新兵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午饭过后，冯怀正叫上冯新华：“阿华，等下杀猪，你帮下忙。”冯新华觉得2个堂哥下午也没事，所以把2个堂哥也叫上了。2人又把林浩拉着带上，3人来到冯怀正家的后院，家里已经有人在烧开水了。林浩看着那头猪，他还走上前在猪屁股上轻拍了一下，结果这一拍让他突然愣住了。阿浩，你干啥呢？没事。真正到杀猪的时候，3个老表还是没让他动手。冯怀正很有力气和技巧，直接进了圈里和猪摔起了跤，3两下猪就被他压在了身下，接过冯新华递来的绳子，将前后蹄一对对的绑在了一起。堂舅，你这功夫可了不得。这是家猪，性子温顺，要是野猪，就再有2人也按不住。我们这也有野猪，早先有，而且还伤过跑山的人，这2年几乎没听到过了。况且现在看到也不能杀了，那玩意保护了。冯怀正说着，让冯新华和冯新兵帮忙，用一个木棍穿过绑好的猪蹄处，就这样把猪扛到了一条很宽的长凳上。啥活都不会，猪血都浪费了。咦，这猪居然还长瘤子，这么大个！四叔，这猪咋长瘤子？冯怀正正在清洗去除内脏的内壁，听得此话也过来看了一眼。只见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包在一层衣膜内，他直接上手接过掂了掂，有2斤多重，看着不像猪身上的瘤。杀了这么些年的猪，还真是头回见着。林浩之前拍猪的时候，系统已经给了他提示，边上都是亲人，他也不好昧着良心直接不解释就占了。堂舅，我感觉这应该是珠宝吧？没成想冯怀正连珠宝都没听过。珠宝？啥是珠宝？牛身上有牛宝，也就是牛黄，猪身上也有的，我听说挺贵的。冯怀正没忍住笑了，将东西一抛。哪有那么多宝贝？我听说猪会吃自己的毛，吃多了就积在身上，硬的跟球一样。说罢，他便又转到一边去忙了。林浩见他不信，又对冯新华道：“华哥，说不准真是好东西。”冯新华也笑了：“你要你就拿去，臭烘烘的。”不是，
这或许挺值。这头猪是你买的，就是猪肚子里刨出了金疙瘩，那也是你的。不过阿浩，我看这东西不是好东西。林浩见他们都不信，索性自己拿刀把膜割开，然后放在水龙头下冲洗。等到冲洗干净，这玩意也显露出了真容，呈椭圆形，外表呈褐黄色，附着一层毛发，就像一个毛球一样。通过系统科普，他已经得知这就是珠宝，也称猪尘沙，乃是猪身上的结石，形状不等，大小不等，大的2-3斤都有，小的也就几十克。珠宝的形成需要时间，所以通常要喂很长时间的猪才有可能形成，几率非常低。而现在的猪通常不超过1年，连形成的时间都不具备，所以珠宝市面上难得一见，极为珍惜。珠宝跟牛黄一样，都是极好的良药，清热、解毒、定惊等。系统给的估值是1克1000块，可见这玩意的价值之高。他又拿着洗干净的珠宝来到冯新斌的面前，斌哥，这真的是……哦，你拿远点。不得已又来到冯兴泽面前，结果对方直接摆手：阿浩，我知道是宝贝，你留着吧，我就不看了。哼，咋就没一个相信的呢？算了，等以后要是真出手了，给他们分一点吧。拿着东西，他跑回了二舅家，找二舅母要了一小团棉花，将珠宝包起来，然后放在房间阴凉的地方。这个是不能晒也不能风吹的，只能是自然晾干。次日一早，林浩悄悄地起床，二舅和二舅母已经在忙了。见林浩下楼，二舅说了一句：起这么早干啥？也没要你忙的。睡不着。确实没啥要他忙的。没一会，3个表哥也相继起床，4人就坐边上抽烟闲聊。阿浩，你打算啥时候走？冯兴则问道。明天吧，也该回去了，顾不了几天就该开海了。眼瞅着7月份过完，离开海也就几天的时间。我要像你这么有钱，我就天天在家躺着，还干啥啊？冯新华笑着打趣了一句，二舅吆喝了一句：阿华，板凳还缺几个，你去你上边五叔家借一下。冯新华答应一声就走了。林浩又对着2位表哥道：要是不忙的话，就到我那边去玩，钱是赚不完的。下个月有时间过去，刚好一个工程结束，